想不到天下间竟然会有如此厉害的天才，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众人看着楚风，内心震荡，尤其小辈之中更是不又少崇拜的目光投向了楚风。抛开修为不谈，只说手段、战力，在场之中的任何一人都未见过比楚风更强的。赵霸天这个众人眼中的天才，完全不是楚风的对手。楚风已不只是天才这么简单，他是天才中的怪物，是超越极限、打破认知的存在。所有人都看出赵霸天已败了，可楚风却立于虚空之上，凝视着赵霸天，目光颇为不善。恩公，算了，我们走吧。忽然一道声音响起，乃是龙小小。龙小小多少了解一些楚风，他知道楚风不打算善罢甘休，但他知道赵家人身后有九魂圣族撑腰，他不希望楚风惹上九魂圣族。其实在龙小小开口之前，已经有多人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劝过楚风，叫楚风不要难为赵霸天。这其中不仅有云空仙宗太上长老，还有于是天族族长，甚至群妖圣殿殿主，但实际上劝楚风最多的却是龙小小的父亲龙氏族长。可那些人的劝阻，楚风都没有理会。对于那些袖手旁观之人，楚风觉得他们没资格劝自己，但龙小小不同，龙小小乃是当事人。当龙小小开口后，楚风动容了，稍微思索了一下，楚风便转过身，踏空而行，向龙小小走去。他是准备放过赵霸天，可楚风还未靠近龙小小，一道杀意便自楚风身后袭来，是赵霸天。赵霸天趁着楚风转身之际，对楚风施展出了一道武技。不过楚风早有防备，只见其回转身形，手中冰刃挥动，便将那致命的一击挡了下来。此时楚风内心极为愤怒，可是他的表情却十分冷漠。但偏偏这样的楚风更为可怕，你本可以活，但现在你必须死。楚风说这话的时候，杀意弥漫，冰冷刺骨。这小鬼好可怕！感受到杀意的那一刻，莫说小一辈心惊胆战，就连老一辈强者也是眉头紧皱。那不是寻常的杀意，那杀意令人胆寒。很少有人能够具备这样的杀意，就连魔道中人也很少有人能够散发出这样可怕的杀意。杀我，你有那个本事吗？今日确实有人要死，不过不可能是我赵霸天，而是你这个胆大妄为的垃圾！赵霸天愤怒地发出怒吼，与此同时，他的身上也释放出了磅礴的杀意。他的杀意如无形巨浪，一层一层肆虐而去，极为汹涌。只是在楚风的杀意面前，这赵霸天的杀意无论怎样都显得微不足道。这种感觉就像是野狗与猛虎的区别。倘若赵霸天的杀意是野狗的怒吼，那楚风的杀意便是猛虎的凝视。赵霸天根本就不是楚风的对手，他现在的怒吼意义何在？忽然，赵霸天的身上竟传来炸裂声音，而那声音的源头乃是血红色的气焰。血红色的气焰如火山内喷涌的岩浆，自赵霸天体内释放而出。与此同时，赵霸天的双眼变得血红，就连肌肤也变得血红，就连肌肉也是变得更加巨大，甚至身躯都是变得膨胀起来。他整个人宛如变成了血红色的怪物。且在这种情况下，赵霸天的气息比先前凶猛数倍，他的战力瞬息倍增。禁药，好厉害的禁药！在场之人一眼就认出赵霸天的为何会有如此变化。他服用了禁药，并且是非常厉害的禁药。哥，你疯了？何必如此啊？见此情形，赵宇卓则是满眼担忧。他知道那是什么禁药，也知道那禁药将会对赵霸天带来怎样的负担。我赵霸天看中的女子，没有人可以带走。今日我要亲手击败这个垃圾！赵霸天说此话的时候，他的身上又涌现出了紫色的火焰，随后双手握紧刀刃，对着楚风便挥砍而去。武断尊敬，烈焰紫火。此刀落下，磅礴的紫色火焰如巨浪海啸，自地面向楚风扑杀而去。楚风什么都没说，可是他的身上却释放出蓝色的雷电，那乃是于是天族的镇族武技武断尊敬，天雷魂魄。两道武技相互碰撞，如两只毁天灭地的神兽交战在了一处，那等威势惊天动地，破坏力更是极强，连虚空都被撕裂开来，连空气都被焚尽。乍一看，二者交战乃是军事，可很快人们发现那蓝色的雷霆更为霸道，竟开始将那源源不断释放而出的紫色火焰分裂开来。还是不行啊，哪怕服用了如此厉害的禁药，却还是不敌对方。在场强者已经看出这场武技对决，楚风仍是技高一筹，好厉害的武技，真是不敢相信他们这样的年纪居然可以将武技施展到这种地步。不过看这样子，赵霸天似乎还不是那家伙的对手。楚风的蓝色雷霆越发凶猛，起初只是在场的顶尖强者能看出楚风占据优势，但随着局势越发清晰，就连修未弱于楚风和赵霸天之人也是能够看出眼前的局势，服用了如此厉害的禁药都还不是对手，赵霸天已经没有机会了。此时就连熟悉赵霸天的人都给赵霸天判了死刑。哈哈，很好很好，我赵霸天等的就是这一天。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大势已去之时后，赵霸天竟大笑起来。紧接着，赵霸天你的体型再度增加1倍，他的皮肤开始出现道道裂痕，裂痕之内不是鲜血，而是宛如岩浆一般的液体在涌动着。与此同时，更为强横的力量也是自赵霸天的体内释放而出。哥，你疯了！见此一幕，赵宇捉急的怒吼开来。他知道赵霸天做了什么，赵霸天服用了更为厉害的禁药，可此时的赵霸天宛如入魔了一般，他连解释都不想解释，就宛如听不到赵宇卓的话一般。他双眼血红，目光宛如可以喷火，紧紧地凝视着楚风。我要你见识一下尊敬武技真正的力量。赵霸天此话说完，那漫天的火焰之中竟然出现了一双眼眸，巨大的眼眸宛如魔物的双瞳，
隐隐间，恐怖的怒吼也自火焰之中出现。最可怕的是，在那双瞳出现后，火焰的力量也开始变强。原本已是劣势的火焰，携带着阵阵怒火，开始不断的向楚风压迫而去。楚风体内释放的蓝色雷霆，原本势如破竹，可现在却是只能勉强抵挡，但仍无法抵挡那恐怖火焰的靠近。武技内衍生出了生命吗？好可怕的力量！看着那武技的变化，许多人惊呼不已。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这才刚刚开始。赵霸天兴奋地大笑着，整个人变得异常亢奋，也异常的得意。而紧接着，那火焰之中又分别出现2双眼睛，伴随着2双的出现，那火焰之中也有3双眼睛，而那火焰的力量也几乎提升了3倍。这也未免太可怕了吧？他到底服用了什么禁药，竟能激发出武技这样的力量？看着那肆虐天际的火焰，就连老一辈人物也是感慨不已。只是用这种方式战胜对手，实在非君子所为。这位天才该当如何呢？见此形势，哪怕不认识楚风的强者，看向楚风也涌现出了一抹担忧。他们虽不认识楚风，可却也非常惜才。他们知道，若论真实天赋，赵霸天根本无法与楚风相比。从人品来看，楚风似乎也是更胜一筹。毕竟这场对决的起因就是赵霸天不对。况且楚风先前击败赵霸天后，还放过了赵霸天，是赵霸天不依不饶，先是偷袭楚风，且服用禁药与楚风继续交手的。他们这种惜才之人，并不希望拥有如此天赋的楚风败给这样的赵霸天，而连旁人都这样担心楚风，如龙氏族长、群妖圣殿殿主等众人就更加担心楚风了。不是他们轻看楚风，而是在连续服用2种禁药后，赵霸天现在所施展的力量的确很强，甚至已经超越了楚风所掌握的武技力量。除非楚风还有后手，否则将难以战胜赵霸天。但楚风还有吗？他们并不知晓，也不愿赌。毕竟楚风没有的话，等待楚风的便将是死亡。这就结束了吗？终于，楚风开口了。他这一开口，了解楚风的人便放心了。赵霸天那武技的力量就在面前，可楚风的话语却极为平静，不仅没有一丝忧虑，反而还有着一抹讥讽。你什么意思？听到楚风这句话，就连赵霸天也是有些懵了。你结束了，就该我了。楚风此话说完，自其体内释放出6道雷霆，6道雷霆释放而出，便化作了6道人形雷霆，那是雷魂。看到那6道雷霆，于是天族众人顿时大惊。莫说那些长老，就连于是天族族长也是面容大变。早知他有留手，却不知道留到这种地步。原来他竟能施展出6道雷魂。余烈满眼金色，他施展第2道雷魂都极为费力，可现在楚风一口气施展出了6道雷魂，并且看样子并无负担，这让他再一次认识到了他与楚风的差距，一个小辈怎么可能施展出6道雷魂？这楚风是如何做到的？难道这世间真有天才强大至此？于是天族族长看着虚空之上的楚风，眼中已涌现出别样的目光。为何这样的天才不是我族族人啊？忽然他发出一声感叹，而他的这声感叹也是他内心所想。就在众人惊叹之际，6道雷魂急速扩大，且向赵霸天发动了攻势。雷魂强大的力量简直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任凭那烈焰再为恐怖，在6道雷魂面前也是变得不堪一击。恐怖的涟漪肆虐之后，赵霸天已是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但是他并没有死，他还有一口气在。可就在这时，忽然有一只脚踩在了赵霸天的胸口，与此同时，一把冰刃也是对准了他的脸。是楚风，我说过，今日你必须死。楚风冷冷地说道。住手！你敢动我哥，我要你全族陪葬！可就在此时，一道怒吼却突然响起，是赵宇卓。然而听到赵宇卓的这句话后，楚风却冷然一笑，随后只听扑哧一声，楚风手中冰刃已是刺穿了赵霸天的头颅。当楚风手中的冰刃刺穿赵霸天头颅的那一刻，原本喧闹的天地间忽然变得安静起来。人们没有想到楚风竟然真的会杀掉赵霸天，那可是赵宇卓最在乎的亲人。楚风杀了赵霸天，就等于得罪了赵宇卓，而得罪了赵宇卓，就等于得罪了9魂圣族。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果然，赵宇卓暴怒不已，他拿出冰刃，携带漫天杀意，怒吼着便向楚风扑了过去。滚！然而面对袭来的赵宇卓，楚风只是袖子一挥，赵宇卓便倒飞而去。落地之时，口中的鲜血竟如注一般不断喷涌。楚风只是随手一击，便让赵宇卓身负重创。这赵宇卓虽也是一位修武天才，并且还是小辈，可他的实力却并不如赵霸天，根本就不是楚风的对手。你也想死吗？楚风看着赵宇卓冷声说道。而赵宇卓虽已负伤，但却仍是双眼血红，杀意滔天，黑白双煞，还不滚出来！赵宇卓勉强坐起身来，便仰天长啸，发出了怒吼。黑白双煞，难道黑白双煞在此吗？果然，赵宇卓身后有人暗中保护，原来保护他的居然是黑白双煞。赵宇卓这声怒吼，使得众人可以确定了一件事：关于赵宇卓是否有人保护之事，人们一直都有猜测。有人认为必然有高手暗中保护着赵宇卓，只是这保护他的人究竟是谁，人们始终不知。于是也有人觉得，其实赵宇卓根本没有高手保护，他就单凭着与9魂圣族公主殿下交好这张牌，便让人不敢动他。但现在赵宇卓这声怒吼已经告知人们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他是有人保护的，且此地的不少人也听过黑白双煞的大名。这2位可不简单，乃是实力极强的人物，并且心狠手辣。糟了，这赵宇卓果然有人保护，那现在楚风小友可危险了。此时龙氏族长等人则是开始担心起楚风，他们不敢对赵宇卓动手，就是害怕赵宇卓身后有高手保护。现在他们的猜测得以证实，自然担心楚风安危，因为那高手
很可能是他们无法战胜的存在。只是令人意外的是，哪怕赵宇卓已经开口呼唤，可是那黑白双煞却并没有立刻现身。黑白双煞，你们聋了不成？眼见我哥死在这个混账手中都不出手，现在居然还不出来，你们是不想活了吗？赵宇卓越发愤怒，他的愤怒可不仅仅是冲着楚风的，其实也在冲着黑白双煞。他怒就怒在黑白双煞眼见着他哥被杀而袖手旁观，哪怕现在他已经呼唤，可黑白双煞竟然还不现身。可是哪怕赵宇卓再愤怒，黑白双煞也始终未曾现身，怎么回事？好像有些不对劲啊。按理来说，黑白双煞若真的是负责保护赵宇卓的，应当也会保护赵霸天，为何要看着赵霸天死呢？现在居然连赵宇卓开口，他们也不现身。这种情况下，在场的许多人也是觉得事情有些古怪。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际，楚风则是手中自乾坤袋划过，随后扑通一声将2件东西丢到了赵宇卓面前，那竟是2具尸体。看到那2具尸体，赵宇卓的脸色又有了极大的变化，他双目瞪圆，但却已无怒意，取而代之的竟是恐惧。那难道是？与此同时，在场的不少人也是看着那尸体而使得脸色大变，他们已经认出那2具尸体是谁，那正是黑白双煞。只是黑白双煞不仅死了，那死状还非常之惨。现在你知道为何他们不救你哥了？楚风对赵宇卓问道。是你杀了他们？不可能，你不可能杀掉他们。是谁？是谁做的？赵宇卓再度开口之时，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霸道，他连声音都在颤抖。他觉得楚风就算再强，也不可能杀死黑白双煞，但黑白双煞的却死了，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楚风身后有高手撑腰。难怪这个家伙明知道他的身份和背景，还敢如此嚣张，原来的确是大有来头。楚风没有回答，只是冷笑一声。黑白双煞怎么死的？他自然清楚。黑白双煞的宝物都已经被楚风收了起来，至于这2具尸体，楚风为何也收起来，可不是为了安葬他们，而是楚风觉得黑白双煞身上可能还有其他宝物，在没时间查看的情况下，先将他们尸体收起来，之后再仔细查看。不过令楚风失望的是，黑白双煞的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宝物，可他们却仍起到了作用，那就是浇灭赵宇卓嚣张的气焰。看着赵宇卓此时那满脸恐惧且不知所措的模样，楚风觉得将黑白双煞尸体收起来，倒也是个明智之举。连我的人你也都敢动，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可就在此时，一道怒喝凭空炸响，那是一道女子的声音，虽然很是好听，但却如惊雷一般，使得虚空和大地都为之颤动。然而伴随着那声怒喝的响起，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从天而降，威压直奔楚风而去。楚风根本反抗不得，被直接压迫的趴在了地上。但除了楚风之外，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威压的恐怖，那是连龙氏族长等5尊境强者都无法抗衡的力量。紧接着，虚空之上，云层翻腾，空间扭转，一个庞然大物浮现而出，那是一艘巨大的战船，而战船之上，一道道巨大的旗帜正在随风而动。看到那旗帜，在场之人赶忙跪在地上，施以跪拜大礼。这下糟了！而如龙氏族长以及于是天族族长等人更是暗叹不好，因为那旗帜上面刻写着4个大字：九魂圣族。很快，战船之上出现了数道身影，为首的乃是一名女子和一名白发老者。白发老者修为极强，那压迫住楚风，震慑住众人的威压，正是来自这位老者。至于那名女子，面容不错，且气质不凡，举手投足都尽显高贵，只不过在她的脸上也写满了趾高气扬4个字。不仅仅是趾高气昂，那是一种不将所有人放在眼中的神态，在他眼中，宛如在场之人皆如蝼蚁一般，不配进入他的法眼。可是偏偏他出现之后，他的一双眼睛却一直盯着楚风。这位便是九魂圣族的公主殿下了吧？九魂圣族的公主殿下果然很不简单，这气质绝非常人所有。这个楚风死定了，太倒霉了！居然在这个时候，九魂圣族的公主殿下赶到了。此时天地间极为安静，所有人都在跪地施礼，就连龙氏族长等人也是随着众人在施以大礼。可实际上，众人的内心却是惊叹连连，许多人熟悉之人更是以暗中传音道方式交流起来。对他们九魂天河的人而言，九魂圣族的人也不是轻易就能见到的，更何况公主殿下这种级别的人物。这也是为何听闻九魂圣族的公主殿下会光临此次，便有这么多人前来围观的原因。公主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忽然一声极其委屈的哀嚎如杀猪般的声音响彻开来，是那赵雨卓。不用你说，刚刚的一切本公主殿下看得清清楚楚。那位公主殿下说道。听闻此话，赵雨卓顿时一愣，看得清清楚楚，那岂不是说公主殿下对他哥哥的死见死不救？想到这里，赵雨卓心情变得极为沉重，宛如受到了重创。可是他什么都不敢说，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而这位公主殿下也丝毫没有关切赵雨卓的打算，他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本来我还在与我家长老讲，你只是吓一吓赵霸天，不敢真的杀了他，想不到你这么有种。最令我惊讶的是，你居然连黑白双煞都能杀死，我真是很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的。那位公主殿下对楚风说道，这件事因我而起，与他无关，求你放了他吧。忽然龙小小的声音响起，当其声音响起之时，他已是来到了楚风的身旁，且跪在地上，对着九魂圣族的公主殿下施以跪拜大礼。龙小小高高在上的龙氏族长能够让他毫不犹豫的跪地，向一个陌生人求饶，这一幕莫说龙小小父母内心复杂，就连群妖圣殿殿主等人也是有些心疼。可谁曾想，那九魂圣族的公主殿下却是柳眉微微皱起，轻声说道，赶走这个碍眼的家伙。他此话刚落，其身边的长老便大袖一挥，刹那间
狂风大作，但那狂风只冲向了龙小小一人，龙小小直接被吹飞开来。不要伤害他，杀赵霸天的人是我，有什么恩怨冲我一个人来。见状，楚风发出了怒吼，哟，还真是重情重义啊！那位公主殿下，说话间便迈出优雅的步伐，踏空而行，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楚风的面前。他俯下身，仔细的打量着楚风，打量一番后，这才对楚风说道：黑白双煞乃是我安排给赵宇卓，负责保护赵宇卓的人，所以他们算是我的人。你杀了赵霸天，我还能不与你计较，可你杀了黑白双煞，我就不得不与你计较了。不过他话到此处，竟伸出手来捏住了楚风的下巴，原本高高在上的目光竟然变得暧昧起来。不过我是有点欣赏你的，今日你并不是非死不可。那位公主殿下说道。你想如何？楚风问道。只要你愿意像赵宇卓一样做我的男宠，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那位公主殿下说道。男宠那是什么意思？楚风问道。我说的不够清楚吗？那我可以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一条听我使唤的狗。那位公主殿下说道。公主殿下，不可呀，此人杀了我哥，他杀了我哥呀，他不仅杀了我哥，他刚刚还要杀我。眼见形势不对，赵宇卓再度发出了哀嚎。闭嘴！可谁曾想，那赵宇卓刚刚开口，便换来了公主殿下的一声怒斥。公主殿下怒斥之后，又一道威压从天而降，这一次落在了赵宇卓的头上。赵宇卓如同楚风一般，如同无形的大山砸中，趴在地上动弹不得。见此一幕，众人心惊。本来传闻赵宇卓与公主殿下关系极好，可直至此时，人们才知道，原来赵宇卓不过是这位公主殿下的一条狗而已，他根本就不在乎赵宇卓的生死。这也就难怪这位公主殿下会眼睁睁地看着楚风杀死赵霸天，而不出手阻拦了。楚风，不要答应他！忽然一道声音响起，顺声观望，竟是龙小小。龙小小虽被那位老者的力量先飞很远之外，可他此时却再度飞掠而来。此时的他立于虚空之上，气息变得极为虚弱。看得出来，老者那随手一击虽未取其性命，可却也使其身负重创。不要脸的东西，给我抓住他！公主殿下说道。而他此话刚出，龙小小便发出一声惨叫，是威压。那位白发老者用威压束缚住了龙小小，被伤害他。楚风赶忙开口，哟，这么在乎你的小情人啊？只是你还没回答我，是否愿意做我的男宠呢？那公主殿下说道。是不是我答应你，你就能放了他？楚风问道。我可没说过你做我的男宠我就会放了他，我更没说只要你做我的男宠我就一定放了你。就算你愿意做我的男宠，也需要做另外一件事，我才会饶过你，那就是你要亲手杀了他。公主殿下指着龙小小对楚风说道。楚风忽然笑了，那笑容十分不屑。楚风能屈能伸，叫他暂时向这位公主殿下低头，做其手下。楚风不是做不到，可若叫楚风为了苟活就杀掉龙小小，那楚风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看来你是不想愿意了。那公主殿下从楚风的神态中看出了楚风的决定，这使得他很是不爽，更是很不甘心，所以才问向楚风，是想再确定一下，要我杀友人以求自保。我做不到。楚风说道。他居然拒绝了好有情有义的后辈，如此后辈当世少有，可惜了，遇到了九魂圣族的公主殿下，这是他的对不起的人啊。见楚风竟拒绝公主殿下，许多人都替楚风感到惋惜。纵使楚风天赋逆天，可只要他得罪了九魂圣族，人们就觉得他已被判了死刑，在九魂天河内，任何势力都不敢得罪九魂圣族。赵宇卓这个人交你处置了，不过别让他死得太快，更不能让他死得太痛快。公主殿下看向了赵宇卓，且他此话落下，那原本压迫着赵宇卓的威压也收了回去。公主殿下，就让我来收拾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赵宇卓起身之后，一改先前的落寞与难过。其实他早就知道这位公主殿下是一个什么人，这位公主殿下这样对他，他也并非没有心理准备。先前难过是害怕楚风答应这位公主殿下，那样一来他不仅没有办法报仇，可能还要栽在楚风手里。可他没有想到楚风竟然拒绝了，这让他感觉不可思议，可却偏偏是他想要的。赵宇卓来到楚风身前，亮出了一件兵刃。那把兵刃看似一把长剑，但却不是寻常的剑，剑刃之上皆是锯齿状。站在公主殿下身旁的白发老者也明白楚风将面临什么，所以原本被其威压迫的趴在地上的楚风也是受其所控，漂浮而起，立于赵宇卓的面前。这种情况下，赵宇卓更显得意。我劝过你不要和我斗。话音刚落，只听扑哧一声，赵宇卓手中的兵刃已是刺入楚风的身体。而当其将兵刃按不出之时，带出的不仅是鲜血，还有骨肉。这不是寻常的兵刃，是专门用来折磨人的兵刃。那可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是灵魂上的痛苦。但楚风却咬紧牙关，莫说惨叫，他连一声轻哼都没有发出。赵宇卓，你怎如此没用，折磨人都不会吗？他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公主殿下有些不悦地说道。听闻此话，赵宇卓脸上挂不住了，开始变本加厉地将手中的兵刃刺入楚风的身体，一剑、两剑、三剑，很快楚风便被折磨得血肉模糊，不成人样。这种情况下，楚风变得十分虚弱，甚至渐渐失去了意识。可楚风却依旧紧咬牙关，半声惨叫都没有发出。楚风虽然已十分悲惨，可赵宇卓却高兴不起来，反而急得冷汗连连，因为他已从身旁那公主殿下身上感受到了公主殿下的不悦。真是没用，滚开！终于，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主殿下抬起一脚踹在了赵宇卓的身上，而赵宇卓连个屁都不敢放，反而是乖乖的站到了一边。你倒是够男人的，居然这么能忍。不过我倒是想要看看这个你能不能忍的了。
公主殿下说话的同时，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个玉瓶，玉瓶不过3根手指的粗细，1根手指的长度。可玉瓶打开，一股黑气先释放而出，紧接着一条长达1米的血红色虫子自玉瓶之中钻了出来。那血红色的虫子绝对不止1米长的身躯，因为它还有身躯藏在玉瓶之中。可看到那虫子，许多人都是毛骨悚然。这虫子浑身血红，宛如被拔掉了皮，只剩下了血肉。它没有眼睛，没有嘴巴，可浑身上下都长满尖锐的獠牙，那獠牙遍布全身，1米长的身躯上就至少有着上百颗牙齿，甚是恶心。此虫乃远古时期的毒物，它每颗牙齿内都蕴藏着毒素，1颗牙齿内的毒素就足以让人痛不欲生。若是钻入体内，没有人承受得住。不过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愿意杀了那个臭丫头，我不仅放过你，从今以后我还愿保你安宁。公主殿下对楚风说道，她还是不甘心，还是希望楚风能够臣服于她。可谁曾想，明明已经意识模糊的楚风听到这话，却再度发出了一声冷笑。这声冷笑与先前的笑声一样，充满了不屑。听闻此话，那公主殿下嘴唇的嘴角一阵抖动，她还从未见过这种不要命也要违背她的意愿之人。很好，你有种，我给你机会你不珍惜，那么现在你没有机会了，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话罢，那公主殿下便单手捏诀，随后手中的玉瓶便有符文闪烁，紧接着那瓶中的毒虫便发出瘆人的叫声，就要钻入楚风的体内。此时许多人都是闭上了眼睛，不忍再看这样一位天才遭受如此酷刑。明明他就没有做错什么，不该受此对待，可是人们实在太过惧怕九魂圣族，所以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那些怜悯楚风的人也只能选择不再继续观看。至于龙氏族长、于是天族族长等人，虽然很想解救楚风，但他们却也不敢出手，他们不敢得罪九魂圣族，况且有那位白发老者在，他们就算出手也不是其对手，只是白白送死罢了。住手！可就在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却自天际传来。回身观望，一辆巨大的战车自天际浮现。看到那辆战车，莫说其他人，就连这位公主殿下以及在场的九魂圣族其他人也都是面露紧张之色。这辆战车很大，车上不仅有着宫殿，竟然还有山川河流。说是战车，倒不如说那是一座移动城池。而拉着这辆战车的，乃是一匹匹有着巨大翅膀、高达100米的巨马，每只巨马都洁白如玉，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神圣的光芒。如这样的马，竟然有着上万只这样的神马，踏空而行，连虚空都剧烈的颤动起来，而大地更是开始撕裂。这排场比那位公主殿下的战船要威风得多。最重要的是，这辆战车之上同样飘荡着九魂圣族的旗帜。所有人都知道是有更厉害的人物登场了。拜见公主殿下。看到这战车，那位霸道的公主殿下不仅收起了手中的毒虫，还赶忙半跪在虚空之上，对着靠近的战车施以大礼。不仅是他所带来的所有人，包括那位实力强大的白发老者，都是半跪于虚空之上，对着战车施礼。且他们齐声说出了一句话：拜见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又有一位九魂圣族的公主来了吗？这一幕更让人们吃惊。人们虽然早就猜到那战车之上的人物身份更不简单，却未曾想到竟也是一位公主殿下。最重要的是，人们甚至能够从那位先前折磨楚风的公主殿下眼中看到恐惧与不安。能让这位霸道的公主如此惧怕的殿下，那必然很不简单。而就在此时，那战车忽然停下，紧接着一道倩影自战车之中漂浮而出。看到那位倩影，所有人的目光都有些呆滞。这是一名极美的女子，但却美得很有自己的特点。黄色的头发在阳光下十分绚丽，那蓝色的眼眸更是宛如蕴藏着星辰大海，灵气十足。可最不同的乃是她的耳朵，她的耳朵乃是尖尖的。这位是谁？好美啊！许多男子口水都流了出来，就连女子也是以欣赏的目光看着那道倩影，目不转睛。她的美惊动了所有人，可人们却并未将她与九魂圣族的公主联系到一起。毕竟九魂圣族的人从外貌来看还是与寻常的人族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可这名美丽的女子更像是来自特殊的种族，而不像是来自九魂圣族。拜见喵喵公主。就在此时，那名霸道的公主殿下再度开口：喵喵公主，她也是九魂圣族的公主殿下吗？听闻此话，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位就是使得众人害怕的公主殿下。只是这位公主为何外貌如此的特别？你叫什么？喵喵公主对那位霸道的公主问道。同是九魂圣族族人，她竟不认识那位公主，这使得许多人感到意外。可意外的同时，也意识到这两位公主的身份悬殊，若不是悬殊到一定地步，那位喵喵公主不可能不认识这位霸道的公主。但是仔细想想，这也正常。九魂圣族那样的庞然大物内，有身份的人有着不少，并不只有族长的女儿才会被称为公主，许多有身份之人的女儿也同样会被称为公主。所以其实九魂圣族内的公主和殿下有着不少，只是这些公主和殿下有着地位的差别。而显然这位喵喵公主的地位则是远远高于这位霸道的公主。回禀喵喵公主，我叫九魂悠悠，我的父亲氏族内的将军。原来这位霸道的公主叫做九魂悠悠，只是当她面对喵喵公主的时候，却没有了一点霸道，反而尽显殷勤，那卑微的模样与先前的她简直天地之别。你与此人有何仇怨？要用如此厉害的毒虫折磨他？喵喵公主问道。回禀公主殿下，并非是我残忍，而是此人实在太不将我九魂圣族放在眼中。这位悠悠公主开始解释原委。当然她所说的都是胡编乱造，完全是假的，将她说成了正义的一方，将楚风说成了一个罪不可恕的恶人。在场围观的人都知道她在说谎，只是那些人
却没有一个敢揭穿他，哪怕龙氏族长。于是天族族长、群妖圣殿殿主等人都不敢，毕竟对方乃是同族，没有人觉得他们会为了外人而自相残杀。在场之中，敢说实话的就只有2个人，一个是楚风，另一个便是龙小小。只是楚风惨遭折磨后，已经几乎失去意识，龙小小更是被束缚着，连话都说不出口，直接杀了就好了，没必要如此折磨。喵喵公主说道。喵喵公主说的极是，是我错了，我以后会改。见喵喵公主相信了自己的话，那悠悠公主也是松了一口气。从她那紧张的神态可以看出，她很惧怕这位喵喵公主。不过此时她不仅松了一口气，在她的嘴角还扬起一抹淡淡的弧度，那是得意的弧度。因为喵喵公主没有怪她，而之所以不怪她，她觉得是因为她那精湛的谎言骗过了喵喵公主。只是当那位喵喵公主说出此话后，如龙氏族长等人却是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个满面心痛，心如死灰。他们都觉得楚风死定了。可就在此时，楚风忽然发出了一声轻哼。楚风身负重创，意识越来越模糊。当他意识彻底失去后，便会无法自控地发出痛苦的哀嚎。毕竟他身上的伤势可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这声音，而只是这一声轻哼，却让喵喵公主神色一动。随后，她赶忙来到楚风的身前。她先是打量着楚风，目光有些复杂，也有些茫然。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似乎想触碰楚风，但却又很是犹豫。喵喵公主，远离此人，他很是危险。见状，悠悠公主赶忙劝道，可喵喵公主却根本不理会她，而是一直用那复杂的目光打量着楚风。忽然，楚风再度发出一声痛苦的轻哼，而听到这个声音，那喵喵公主竟身躯一颤，就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她不再嫌弃楚风，而是伸出了那洁白的小手，托住了楚风的脸。此时的楚风早已血肉模糊，可楚风的双眼还完好，只是眼下楚风双眼无神。别看他还睁着眼睛，但实际上他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是他最后的倔强，使得他的双眼还睁着。可就是这样一双无神的双眼，却使得喵喵公主愣住了，如同石化了一般，一动不动，而是紧紧地凝视着楚风的眼眸。过了一会，他的身躯开始颤抖，颤抖的动作越来越明显，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他的娇躯在颤抖，就连他的嘴角也是开始颤抖起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眼眶的泪水却如溪流一般自他的眼眶内源源不断地流出，而他的情绪也开始越发的激动，甚至能够听到他急促的喘息声。他非常的痛苦，但痛苦的同时又很是愤怒。喵喵，你怎么了？眼见情况不对，自那辆战车之内飞出了2名老者，那是一名年迈的老妇人和一名黑发的老头，两人皆是身材不高，且骨瘦如柴，面容平平。只看外貌，这2位就像是普通百姓。可当他们出场之后，这方天地都为之改变。那并非威压，而是气场，是他们自带的气场，极为强大的气场。见到这2位老者，如悠悠公主等人更是再度跪在地上，拜见太上长老大人。什么？太上长老大人？难道那2位是9魂圣族的太上长老？听闻此话，许多围观之人也是内心一颤。9魂圣族的族人对他们而言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太上长老那种级别的人物，对于他们而言简直如同神人一般，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不曾想今日竟然能够见到。而至于这2位太上长老，根本不理会悠悠公主以及悠悠公主的手下，而是直接来到了喵喵公主的身旁。喵喵，你这是怎么了？那名老妇人很是关切地问道。杀了他们。喵喵公主开口了，声音不大，可人们却也听得很清楚。杀了谁？那名黑发老头问道。忽然，喵喵公主猛然转身，指向了悠悠公主以及悠悠公主的手下，杀了他们，全都给我杀掉！听闻此话，莫说旁人大惊，就连那2位太上长老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公主殿下，饶命啊！至于悠悠公主等人，也不知喵喵公主为何要杀他们，但却是吓得跪在地上，哭喊着求饶。就连围观之人也是都是惊了，怎么回事？这位喵喵公主为何突然要杀那悠悠公主等人？他们十分不解。不过相比于旁人，那2位太上长老的脸上却始终没有太大的波澜。喵喵，你是认真的吗？那位年迈的老妇人对喵喵公主问道。听不懂我的话吗？我说杀了他们，全都给我杀掉，我要他们死！仙喵喵再度发出怒吼，他歇息地里，愤怒异常，在他的脸上竟然爆出了青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而对于仙喵喵突然间的变化，在场的众人解释十分不解，明明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要杀了悠悠公主等人？那可是他的同族，可是9魂圣族的人，并且悠悠公主的父亲也不是寻常之辈，而是9魂圣族的将军啊！可就在下一刻，阵阵闷响连续传来，悠悠公主以及的她所有手下，包括那位强大的白发老者，皆是化作血水。暴铁王，就连那辆战船也是在一声巨大的轰鸣声中，在虚空之上四分五裂，化作漫天里的尘埃。是那名老妇人，她只是微微的抬起了手，便将自己的那些同族之人全部抹杀，并且她的脸上依旧没有一丝波澜。他们竟然真的杀了同族之人，可是这是为什么？为何那喵喵公主突然之间就有了如此大的转变？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那喵喵公主则是忽然转身，一把抱住了楚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是我来晚了，是我来晚了，对不起。抱住楚风之后，他不仅嚎啕大哭，更是不断说着抱歉的话语。见此一幕，众人内心震颤，他们直到此时才意识到，原来这位公主大开杀戒，乃是因为那个楚风。众人内心震颤，尽管早就有人猜到楚风来头不简单，却不曾想他竟认识这位高贵的公主殿下。就连龙氏族长、群妖圣殿殿主
以及于是天族族长等人也都无法淡定，他们的脸上都刻写着激动与震惊的复杂情绪。先前已经从云空仙宗长老那里听闻楚风与道海仙姑交情不错，只是毕竟未亲眼所见，终归还是有所怀疑，但却万万没想到楚风居然与九魂圣族的公主殿下也相识，并且看着那位公主殿下紧紧抱住楚风，哀嚎痛哭，情绪近乎崩溃。谁都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绝非只是相识那么简单。楚风小友，你到底是何来头啊？怎么认识这么多了不得的人物？群妖圣殿殿主以及其他高手都是发出感叹，而如茵黛粉、傅飞跃以及于红于影等人表情可就更加复杂了。初见楚风时，在他们眼中，楚风就是一个垃圾，都不配与他们交谈。可现在才发现，楚风的背景如此的深不可测。再回想当时他们对楚风的鄙夷，当真是跳梁小丑，悔恨不已。不过就在众人已经弄清事情原委的时候，九魂圣族那两位太上长老却面面相窥，若有所思。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忧，亲眼看到自己所依仗的悠悠公主都被杀了，那赵雨卓早就吓破了胆。他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楚风竟然有这样的背景，他眼下真的是吓得眼泪和鼻涕都流了满脸。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都毁了，后悔，非常的后悔。若是早知道楚风有如此背景，就算借他100个胆子也不敢为难楚风。但事已至此，后悔已是没用，大错既然已经酿成，他也无力回天。他现在想的不是解释，他知道解释没用。那位喵喵公主太霸道了，连悠悠公主都能说杀就杀，他这种人的命算个屁啊！逃，他必须逃，他若不逃，必死无疑。公主殿下，楚风身上的伤乃是他所为，他才是罪魁祸首，不能让他走。可就在赵雨卓刚刚动身之际，龙小小的声音却忽然响起。那位白发老者被杀之后，龙小小也是得以脱困，他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赵雨卓逃走，毕竟赵雨卓才是让楚风满身伤痕的罪魁祸首。而当龙小小开口后，那赵雨卓便赶忙加快逃脱的速度。只是此时他却已动弹不得，他已被强大的力量束缚于虚空之上。而喵喵公主也是将目光投向赵雨卓，眼中尽是怒色。喵喵，此人要如何处置？那位黑发老者问道。玄圣爷爷，我要他不得好死。喵喵公主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这句话。喵喵公主此话刚落，那位黑发老者便抬手丢出一物，直奔赵雨卓而去。那原本是拳头大小的光球，可是击中赵雨卓之后，便化作了一个10米大小的光球。光球之内竟是血红色的蜈蚣以及黑色的毒虫。至于赵雨卓，已是身困光球之内。那些血色蜈蚣与毒虫发现赵雨卓后，就如同刚发现猎物，向其围攻而去。身在光球内，赵雨卓根本无法反抗，只能任由蜈蚣与毒虫撕咬血肉，钻入身体，一边挣扎一边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可对于那般惨烈的赵雨卓，喵喵公主却并未多看一眼，而是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此时的喵喵公主已经渐渐恢复冷静。玄圣爷爷，快帮我医治他，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让他彻底恢复。喵喵公主对那位黑发老者说道。那黑发老者也不迟疑，而是赶忙为楚风疗伤。在其高超的治疗手段下，楚风不仅肉身恢复，气息也是开始恢复。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楚风已是并无大碍。而看着楚风恢复的面容，喵喵公主双眼再度湿润，情绪也再度激动起来。楚风，对不起，是我来晚了。喵喵公主再度扑入楚风怀中，紧紧地抱住楚风。而就在此时，楚风那无神的双眸则是变得有神起来，他已经渐渐恢复意识。小小，我没事。楚风刚刚恢复意识，便感觉有人在自己怀中大哭，他还以为是龙小小，可是抬头一看，却惊愕地发现龙小小分明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那是谁在自己怀中？楚风赶忙推开怀中的喵喵公主，可是看到眼前这位梨花带雨已经哭成泪人的喵喵公主后，楚风顿时愣住了。喵喵，楚风内心十分震惊，震惊到有些难以置信，因为眼前的女子他不可能不认得，眼前这位乃是祖武下界5之圣徒精灵王国的公主仙喵喵。但仙喵喵的身世却绝对不只是精灵王国国王之女那么简单，她还有一个神秘的母亲，因此仙喵喵也有着特殊的宝物在身。那宝物使得仙喵喵具有9条命，仙喵喵还曾用她的1条命救过楚风，这等救命之恩，楚风铭记于心。而他们2人的感情也是极深，乃是过命的交情。仙喵喵可以说是楚风在祖武下界时关系最为要好的朋友之一，并且这些喵喵天赋异禀，乃是除了楚风外最有机会离开祖武下界的天才。本来在楚风离开祖武下界之前，就曾与仙喵喵定下约定，日后在百炼凡界内再见。只是仙喵喵却迟迟没有出现。后来楚风重返祖武下界，也曾询问过仙喵喵的下落，这才得知原来仙喵喵早就被其母亲的族人接走了。而关于仙喵喵母亲是何家族，楚风也曾有所打听，但是始终未曾找到。距离当日一别已过去多年，楚风已与仙喵喵多年未见，但楚风却能够确定，眼下这在自己怀中的人就是仙喵喵，无疑楚风绝不会认错。看来我的伤真是不轻。可忽然震惊不已的楚风却是苦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居然都出现幻觉了。他觉得这是自己的幻觉，在幻觉中才会看到仙喵喵。什么幻觉啊？我说楚风，难道你连本公主都不认得了？见楚风这样说，仙喵喵则是擦拭掉脸上的泪水，俏皮的撇着小嘴，用那有些幽怨的小眼神看着楚风。听闻此话，楚风意识到事情不简单，赶忙观察周围，这才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太大变化，这似乎并非是幻觉。最重要的是，
他发现仙喵喵穿着的衣服乃是九魂圣族的衣服，只不过比寻常的九魂圣族衣服更为高贵。再联想到仙喵喵那拥有9条命的特殊本领，楚风恍然大悟：喵喵，真的是你？难道说你的母亲是九魂圣族的人？你早就回到了九魂圣族之中？楚风连续问道。仙喵喵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那2位太上长老。玄圣爷爷，天圣奶奶，我想与他单独交谈。他此话刚落，那位黑发老头便明白了仙喵喵的意思，手臂一抬，一股力量便将楚风与仙喵喵封锁起来。眼下楚风与仙喵喵身处于一个独立的空间之内，已与外界隔绝。随后仙喵喵便与楚风交谈起来，而楚风也是得知了仙喵喵身上所发生的事。仙喵喵当初是被他母亲强行带离5之圣土来到这九魂圣族的，不过他的母亲却觉得当时的仙喵喵修为实在太弱了，于是便开始疯狂为仙喵喵提升修为。为了让仙喵喵提升修为，他母亲使用诸多天才地宝以及九魂圣族的秘法。在此期间，仙喵喵的修为虽然突飞猛进，可却也对身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最终因难以承受，导致他失忆了。他记不起关于5之圣土的经历，也忘记了自己曾来自5之圣土这件事。而他母亲其实也不希望仙喵喵始终挂念着关于祖武下界的事，于是便对他撒谎，让仙喵喵误以为他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在九魂圣族成长的，所以他才一直没有回到5之圣土，也没有回到圣光天河去找楚风。哪怕先前他还是处于失忆的状态，是楚风的声音让他感觉极为熟悉，而当他看到楚风的双眼后，便认出了楚风，也因此而恢复了记忆。当然仙喵喵也告诉了楚风，先前折磨楚风以及九魂圣族那些人已经都被仙喵喵杀死了，居然是因为我恢复了记忆，看来我在你这丫头心中地位不凡啊。得知经过，楚风也是笑着感叹起来，今日若不是仙喵喵来此，他怕是真的要性命不保了。那还用说，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仙喵喵的脸上也是挂着难以掩饰的笑容。不过喵喵，你杀了同族之人，不会有麻烦吧？楚风问道。不会，九魂圣族之内也是尊卑分明，他们身份卑微，本公主杀他们，没有人敢难为我。仙喵喵自信满满。那你为何要来这里呢？楚风好奇地问道。他已经意识到仙喵喵与那悠悠公主并非是一起来到此地的，可以说仙喵喵乃是路过这里，刚好遇到了楚风，这样的巧合实在难以置信，可终究它还是发生了。但楚风还是很好奇，仙喵喵为何会路过此地？我来这里是找一个秘地的。仙喵喵说话间取出了一张地图，看到那地图，楚风内心感叹起来，因为仙喵喵手中的地图与于是天族族长还有黑白双煞的地图一样，只不过现在仙喵喵手中的地图已经没有了路线，只剩下了楚汉仙3个字。不过很奇怪，就在刚刚，这密的地图上的路线消失了。仙喵喵手握地图，有些奇怪地感叹道：原来你也是为了这个密地而来的。楚风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其实他知道为何地图上的路线消失，因为内密的已经关闭了。该不会你也是因此而来到这里的吧？仙喵喵看向楚风。是啊，楚风与仙喵喵乃是过命交情，对于仙喵喵，楚风并未隐瞒。我的天啊，这还真是缘分呢。这样说来，我还真要好好感谢一下这张地图，不然我不知何时才会恢复记忆，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你了。仙喵喵感叹道。是啊，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有缘千里来相见。楚风也是笑嘻嘻地说道。当年在祖武下界，楚风与仙喵喵经历了不少，而当初祖武下界的朋友因为天赋有限，都被困在了祖武下界，想再见还有可能，可却已不能再与楚风并肩作战。如今在这里，楚风遇到仙喵喵，对楚风而言意义非凡，自然欣喜万分。对了，楚风，那你找到密地了吗？仙喵喵问道。找到了，就在那山脉中，不过已经关闭了，所以你的地图上面才没了路线。楚风说道。看来我是迟了一步，那你可有见到密的主人？就是这个叫做楚汉仙的人。仙喵喵一边看着楚风，一边指着地图上楚汉仙3个字。这个倒是没有。楚风摇了摇头。听闻此话，仙喵喵长叹一声，略感失望。你怎么不问我那密地内有何宝物，反而很关心这个楚汉仙？楚风好奇地问道。因为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仙喵喵明明是为密的而来，可却只询问楚汉仙，却并没有询问密地的其他情况，并且看他的样子，似乎对于密的其他事情也并不感兴趣。我来这里就是想找这个楚汉仙的。仙喵喵说道。他这句话说得很是随意，可听到楚风耳里，却在楚风的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仙喵喵为何要找自己的爷爷？难道他知道关于自己爷爷的事情？喵喵，你找他做什么？楚风问道。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位实力极强的修武高手，想找到那位修武高手。仙喵喵说道。是怎么回事？能否与我说说？楚风忍不住追问道。关于自己爷爷的事，楚风自然不愿错过。当然可以，和你有什么不能说的？仙喵喵笑嘻嘻地说道，随后便与楚风讲述起事情的经过。原来在前些时日，九魂圣族遭遇了一次劫难，来自其他天河的一位修武高手找九魂圣族的麻烦，那位实力强横，连九魂圣族的高手都十分头疼。为了击退对方，九魂圣族派出了诸多族内顶尖高手应战。可就在双方僵持之际，却忽然出现了一位老太太，换作是寻常人，见到那种架势，必然不敢靠近，甚至赶紧逃离。可那老太太却宛如看不见众人一般，自顾自地踏空而行，一边行走还一边念叨一个名字。最主要的是，她走得很慢，这惹怒了那位前来找九魂圣族麻烦的修武高手。于是那位修武高手在呵斥无果后，便直接对老太太出手。可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那个看似疯子一般的老太太，竟是一位隐士高人，她的实力极强，竟然在那位修武高手之上，只用了一招，就让那位修武高手魂飞魄散。不过
在击败那位修武高手之后，那位老太太便忽然不见了。她念的什么名字？听到这里，楚风赶忙追问道：“那位前辈，虽念到的名字乃是2个字，汉仙。”仙喵喵说道：“汉仙。”楚风内心一惊，是啊，刚好有人提供线索，所发现一处秘的主人的名字叫走楚汉仙。虽然不能确定这楚汉仙是否与那位前辈所念到的汉仙是同一个人，可总归还是要试一试。毕竟，若是能够找到那位前辈口中的人，应该就能找到那位前辈。而那位前辈的实力深不可测，若是能让他为我九魂圣族所用，那我九魂圣族的实力必然大增。仙喵喵对楚风讲述着，他并没有太大的情绪变化，只是讲述着一件事情。可楚风的内心却早已波涛汹涌，难以平息。他忽然有了一种预感，那位前辈很可能认识自己的爷爷，搞不好会是自己的奶奶。喵喵，可否描述一下那位前辈的模样？楚风说道：“我族人见过他，所以有那位前辈的画像。”仙喵喵说话间，取出了一幅画像，递给楚风。画像打开，楚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感觉心脏都快要跳了出来。那激动的情绪已是从内心深处直接涌入到了脸庞之上，竟然是他！激动之际，楚风更是惊呼出声，因为画中之人，楚风认得。画中这位，楚风认得。当初在轮回上界时，楚风为了提升结界之术，需要大量的精神泉水，于是便前往了轮回上界的象山谷。在那里，楚风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衣着得体，气质不凡，可她却满脸的伤痕，其容貌已然被毁。当时那位老太太想用毒水洗脸，楚风出手阻拦，短暂的接触让楚风意识到那位老太太精神似乎有些失常，至少她不正常，但其修为深不可测。而眼下仙喵喵所拿出的这幅画卷上的人，正是楚风当时所见到的那位老太太。居然是她，她与我爷爷有何关系？她该不会是我奶奶吧？楚风内心的情绪在此刻近乎失控。楚风还记得当时看到那老奶奶，莫名的感到亲密，现在似乎能够解释了，那是来自于血缘的亲切。可假如说那位真的是自己的奶奶，那楚风岂不是与自己的奶奶擦肩而过？并且为何那老奶奶会精神失常？她的脸又是被谁毁容？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原本楚风当时只是好奇，可现在那老奶奶的惨状却宛如一把把利刃，接连刺入楚风心中。无关之人经历悲惨，最多同情，可至亲之人经历如此劫难，那可就是心如刀绞了。楚风，你怎么了？你该不会是认识这位前辈吧？仙喵喵本就聪明伶俐，再加上楚风的反应近乎失控，这让仙喵喵意识到楚风很可能认识这位画中之人。喵喵，我与你的关系没什么不能说的。楚风这句话乃是暗中传音，你真的认识他？仙喵喵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问道。楚汉仙乃是我爷爷，这我老奶奶我也曾见过，我若没有猜错，她很可能是我的奶奶。楚风说道。居然是你的奶奶吗？听闻此话，仙喵喵的小脸也变得不再淡定。他虽没有亲眼见过那位前辈，可他听闻到了关于那位前辈的力量有多可怕。之后楚风又将事情的大概经过告诉了仙喵喵，而听闻楚风讲述后，仙喵喵虽然十分惊讶，但却没有一丝怀疑。对于楚风，他会无条件的相信。楚风，我族现在在全力寻找这位前辈，这样吧，你给我一个你现在常住的地址，若是找到那位前辈，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你不要急，这位前辈如果真的是你奶奶，那至少是一个好消息，说明他还活着。虽然他现在可能受到了一些刺激，不是那么理智，但天下间没有医治不好的病，只要将他治好，也许就能找到你爷爷的下落了。仙喵喵对楚风安慰道。而此时楚风的情绪已有所缓解。楚风不是一个不冷静的人，可是关于他亲人的事，却往往会让他失去理智。其实仙喵喵所说的道理，楚风也都懂。虽然让人伤感，但这总归是一个好消息。假如那位老奶奶真的就是楚风奶奶，至少他的奶奶还活着。之后楚风便与仙喵喵交谈了起来。两人多年不见，楚风不仅好奇仙喵喵的经历，而仙喵喵对于楚风的经历更是好奇的很。只是楚风这些年经历的太多了，若要详细的说，10天10夜也是说不完，所以只能简短的讲述一下。因为楚风也很想知道关于那位很可能是自己奶奶的下落，所以需要与仙喵喵保持联系。毕竟借助九魂圣族的力量去找的话，肯定比楚风自己去找要容易得多。不过楚风现在居无定所，也没办法给仙喵喵留下一个找他的地点，最终决定还是他处理过一些事情后，到九魂圣族来找仙喵喵。听闻楚风要去九魂圣族找他，仙喵喵也是激动不已，便给予了楚风一块进入九魂圣族的令牌。本来楚风还想与仙喵喵多聊一些，可是外面的2位太上长老却开始催促起来，他们似乎有急事要带着仙喵喵回去。仙喵喵虽然身份高贵，可似乎也没办法违抗那2位太上长老的意愿。于是楚风与仙喵喵这2位时隔多年终于再度相见的好友，在短暂的见面后便再度告别。威风的战车在无数只巨大的天马拉动下于空中快速奔腾。一座宫殿内，仙喵喵与那2位太上长老都在其中。喵喵，想不到你还有这样一位朋友，看来你们关系很不简单啊，他居然能让你恢复记忆。总之不管怎么说，你能恢复记忆可实在太好了。2位太上长老看着仙喵喵一脸的欣喜，可是仙喵喵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们故意让我失忆的。仙喵喵冷冷的说道。喵喵，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怎么可能会这么做？2位太上长老一脸委屈的说道。不是你们，而是我娘，我希望你们能转告我娘，这次我回去休想再抹除我的记忆，若是再这样做，我就与他断绝母女关系。还有，绝对不可以伤害我那个朋友，如若有人敢伤害他，我绝不轻饶。仙喵喵说这话的时候，那双美眸之中竟尽是凶悍之色。喵喵，你说的这是哪里话？
那是你的朋友，我们怎么会伤害他呢？另外，关于你记忆的事情，你也是想太多了。你的记忆乃是修炼过度而受到了影响，根本不是我们动的手脚，更不是你母亲动的手脚。我们都是爱你的，怎么可能做对你不利的事？见仙喵喵这样说，两位太上长老赶忙解释起来。那为何在我失忆之后，你们从不对我讲我来自祖武下界，来自五之圣土？仙喵喵问道。这个喵喵，我们也确实觉得祖武下界那段记忆对你来说没有好处，所以才没有提起。两位太上长老说道。没有好处？谁说没有好处的？我不妨告诉你，在五之圣土的时候，比在这里快乐多了。你们凭什么剥夺我的记忆？凭什么剥夺我最美好的记忆？仙喵喵的小脸之上涌现出了一抹怒容，而看着这样的仙喵喵，两位太上长老则是不再言语，他们已是无话可说，因为事情究竟如何，他们心知肚明。我不想与你们争辩，事情发生了，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总之，你们不要拿我当傻子，我更不希望你们继续做这种事，不然我说到做到，我必然会与九魂圣族决裂，也必然会与我母亲断绝关系。仙喵喵说道。当仙喵喵等人走后，楚风也是与龙小小等人离开了那里，因为那里围观之人都很想与楚风攀关系，可楚风却不想理会，所以离开便是最好的选择。离开之后，楚风也是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龙氏族长等众人。不过关于内密的，楚风也只是说他找到了内密的，并且那密的很危险，而黑白双煞也是在密的内遇到的。至于其余的事情，楚风便没有再说。不过现如今众人关心的却已经不是密的这件事，众人更加关心的乃是楚风是如何认识九魂圣族的喵喵公主的。而关于这件事，楚风并未深说，只是说与仙喵喵是老相识。至于在哪里认识的，楚风并没有说，他主要是不想给仙喵喵带来困扰和麻烦。虽说这些人现在与楚风算是友军，可楚风对于他们可并不太信任，毕竟先前他与龙小小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些友军皆在袖手旁观，但楚风没有想与他们计较这些。楚风能够理解他们，毕竟他们的身后都背负着一个家族、一个势力、无数人的生命，他们不愿为楚风冒险也是正常。不过经历这件事后，楚风发现除了龙小小没有变化后，其他人对自己的态度都有了变化，那是一种敬畏，甚至害怕，与楚风交谈都变得小心翼翼。其他人也就算了，就连龙氏族长以及龙小小母亲还有龙生部长老都是如此。对于这一点，楚风其实也能理解，毕竟他们很是惧怕九魂圣族，而楚风与仙喵喵的关系已经好到可以让仙喵喵抹杀同族之人的地步，他们自然知道若是得罪了楚风将是怎地下场。虽说他们在圣光天河内都是威名与实力并存的大人物，可现如今楚风却是他们心中的大人物，不敢得罪的大人物。楚风少侠，实在抱歉，带你们来这里原本是想与你们共享此处秘地，却不曾想招来了如此麻烦，为表示歉意，我愿意再与大家分享一处修炼秘的。忽然，于是天族族长说道，还有秘地？那秘的又有何至宝？还是说是修炼的好地方？所有人都变得感兴趣起来，就连楚风也不例外。楚风迫切的想要提升修为，任何可以提升修为的机会他都不想错过。这个地方对我们这些老骨头倒是没什么好处，但是对楚风少侠以及龙姑娘等小辈应该会有帮助，那是一个只适合小辈修炼的地方。于是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只是他此话一出，于是天族的长老以及于红于银等小辈脸色都有所变化，他们应该是知道于是天族族长说的是什么地方了。正因知道，所以他们似乎不愿意去开启此地。怎么了？于是天族族长原本面带笑容的与楚风等人讲述这件事，可忽然被自家人打断之后，他的脸色变得极为不悦。没什么。看到于是天族族长面容冰冷，宛如下一刻就要大发雷霆，那些长老们也都闭上了嘴。我说话的时候你们不要插嘴，听懂了吗？于是天族族长冷声说道。遵命。于是天族众人纷纷应下。而见此情形，楚风等人反而更加感兴趣了。能够让于是天族的其他族人不情愿分享的地方，想必更加的不简单。族长前辈，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楚风开口问道。而见楚风开口，于是天族族长再度变得激情四射。毕竟他愿意提议带众人去这个秘地，主要就是因为楚风，若楚风不在，他不会愿意与众人共享这个秘地。可以说众人也是占了楚风的便宜。而经过于是天族族长讲述，楚风等人也是得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此秘地也是位于九魂天河，不过是在另外一片星域，那是一个叫做白日星河的地方。这个所谓的白日星河其实只是一条河流，只是据说河流有星光涌现，宛如星河一般，才会得此美名。白日星河深处有着一条暗流，那暗流内蕴藏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那便是修炼的地方。不过那暗流不仅只有小辈可以进入，且还需要开启。暗流内之所以会有如此浓郁的天地能量，正是因为集结了白日星河的精华所在。随着时间的累积，那暗流内积攒的天地能量会越来越强，据说每100年，白日星河内暗流的力量将会达到顶峰，那个时候便是最适合修炼的时候。不过现在距离100年还差着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今那白日星河暗流内的天地能量还并未达到顶峰状态。这也是为何当于是天族的族人得知自己族长竟然愿意分享这个修炼秘地后，有些不情愿的原因。他们本来是想等到这条白日星河达到顶峰状态再让小辈去修炼的，不过最不情愿的原因乃是因为这样的修炼秘地本是于是天族小辈独享的修炼之地，现在与这些人分享，也就代表着这里不再是他于是天族独享的修炼秘地。日后龙氏、云空仙宗以及群妖圣殿的人也必然都会派小辈去修炼，于是天族的人自然不愿意。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于是天族族长这样做也是有着他的用意，他就是要让楚风觉得他是一个豁达之人，豁达到
愿意与众人分享如此重要的修炼秘地。说白了，他想给楚风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只为了这样一个好的印象，再大的代价他也愿意付出。于是族长，这一次不会再出现意外吧？可不要再遇到难以招惹的势力和我们争啊！得知关于这白日星河的事情后，群妖圣殿店主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不会，这次绝对不会了。实不相瞒，发现这白日星河乃是因缘际会之下，而我于是天族发现这白日星河已有1000年时间，我族小辈进去修炼过的，已是有着不少，并且效果还都很不错。若是如楚风少侠这等天才进入，必然会有收获。就算不能突破，但是对突破也会有帮助。最重要的是，现如今除了我于是天族，似乎已经没人知道这白日星河的存在了。我们带楚风少侠他们去修炼，绝对不会有其他人打扰。”于是天族族长以保证的口吻说道：“原来是你们已经利用依旧的修炼秘地。于是族长，你这次可真是够大方的啊！你放心，本尊绝不会占你们于是天族的便宜。日后待我群妖圣殿发现适合修炼的好地方，必然不会忘记你于是天族。”群妖圣殿店主说道：“虽然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是因为楚风小友，但老夫倒是希望今日的关系，我们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毕竟修武界实在凶险，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得多。”随后，龙氏族长以及云空仙宗的太上长老也都纷纷表示，若是日后发现适合共同修炼或者共同开启的秘地，愿意叫上今日在场的其他势力。俨然间，这几个在圣光天河内能够呼风唤雨的庞然大物，已是因为楚风这个契机结成了联盟势力。决定之后，众人当然立刻启程。而经过一番赶路之后，他们终于是来到了那白日星河所在的地方。于是天族族长倒是没有骗人，这里是一个荒凉之地，根本就看不到任何人的踪迹。只是确定这里就是白日星河所在的地方后，许多人却是目露狐疑。我说于是族长，你没开玩笑吧？你确定这里就是你说的那个白日星河？我看这样子怎么不太像啊？群妖圣殿店主的性格较为直接，他更是直接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因为这是一片荒漠，荒漠之上连棵野草都看不见，不仅狂风大作，更是非常的热。这里的沙子就像烧热了的锅一样烫，丢个鸡蛋下去，鸡蛋都会立刻被煎熟。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正常人都根本无法踏入这片荒漠，会被荒漠活活烤死。这也就难怪这里会看不到其他修武者了，没有人会愿意到这里来居住。可这种地方无论怎么看都不会出现河流，更不会出现像于是天族族长所说的那样美轮美奂十分壮观的河流。别急，现在是晚上，到了白天你就明白了。于是天族族长说道：“按理来说，到了白天沙漠会更加的热，现在这里都这么热，到了白天怕是会变作人间炼狱。别说是普通人，怕是修为较弱的修武者都无法在这里存活。”云空仙宗一位长老也是有些怀疑，白天大家自会知晓。于是天族族长淡淡的笑道。而见其如此确定，众人也不再多问，反而变得期待起来。他们都想亲眼看一看那条神奇的河流会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这样可怕的沙漠之上。终于，原本漆黑一片的荒漠东方开始出现亮光，天终于亮了。伴随着亮光的扩散，这荒漠之上肆虐的狂风竟然开始渐渐平息，原本炙热的沙漠，那热气也正在渐渐减弱。很快，一片沙漠开始下沉，不，准确来说是一道沙漠开始下沉。下沉后的沙漠，刺眼的光芒迸射而出，而当光芒消散后，人们可以看到一条奔涌的河流浮现在这沙漠之上。河流汹涌，层层巨浪一重接着一重。可最神奇的是，如此汹涌的浪花下，河水却非常的清澈。但清澈的河流内看到的不是沙子，而是星光，就宛如是天上的星河落到了这沙漠之中一般，美轮美奂。但这可是白天，所以那星光不是天上映射出来的，而是蕴藏在这河流之中，美，非常的美。哪怕是白天看到这条星河也是极美，倘若是夜晚看到必定更美。可偏偏这蕴藏星光的河流只会在白天出现，好美的河。于是族长果然没有骗我们，真是想知道是何等高人留下了此等神迹。看到这白日星河，就连群妖圣殿店主以及龙氏族长等高手也是忍不住赞叹起来。这便是这浩瀚修武界的魅力所在，总有他们无法解释的事物存在，变化莫测，神秘而诱人。楚风少侠，你们这个服下，唯有服下这颗丹药，才能进入暗流之中。记住，丹药的作用只能维持1个时辰，并且不能重复服用，所以你们此次修炼的时间也只有1个时辰。于是天族族长取出了几颗散发着远古气息的丹药，而这丹药与那白日星河也有着相同的气息，甚至就连这丹药都是美轮美奂，闪烁着淡淡的星光。于是天族族长分别将这丹药递给了楚风、龙小小以及于红于影、殷黛粉还有抱月等小辈。虽然来到此地的小辈有着不少，但显然有资格进入修炼的却还是只有最顶尖的小辈们。这也能够理解，毕竟那暗流内的天地能量是有限的。楚风不想耽搁时间，接过丹药之后便直接进入了那白日星河之中。见状，龙小小、殷黛粉等小辈也是紧随其后的跳入了这白日星河之中。只是当他们一路下潜，来到白日星河的深处之后，却是皆是神色变化，如殷黛粉等人的眼中更是涌现出了惊恐之色。他们看到了那白日星河的暗流，只是如今那白日星河的暗流之中却尽是森森白骨，白骨数不胜数，已是充斥了整条暗流。初步估计，那白骨数量至少1万之多，并且几乎没有一具白骨是完好的，几乎所有白骨都被撕裂开来。看到这些白骨，便可预想这些生灵的死状必然非常悲惨。看着眼前场景，楚风也是眉头紧锁，隐隐间有不安之感在内心涌现。那些白骨虽然没有一具是完好的，皆是4分5裂，但楚风仍可以通过那些残缺的骨骸，
在脑海中拼凑出他们完整的模样，于是可以看出他们并非人族，应该是某种妖族。他们不仅体型比人族要大，骨骼的结构也与人族不同。楚风若是没有推断错，他们应该是一种长相原本极为凶悍的种族。不过除此之外，楚风也看不出别的，因为那暗流似乎有着特殊的力量，能够隔绝楚风的感应力，因此楚风无法断定这些白骨是何时死的。如果说他们已经死了多年，也就罢了；若是他们死了没有多久，那就要考虑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生物全部死去，并且很有可能此地仍暗藏着危险。毕竟导致这么多生物全部死去，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都是极其可怕的力量。可也正因不知具体情况，楚风现在也不敢贸然进入暗流之中。于是楚风看向了于红和于毅，此地之前也是这个样子吗？楚风对二人问道。毕竟他们二人乃是于是天族族人，对于此地可能更加了解。不是这样的，这暗流内除了天地能量，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哪里来了这么多白骨？不行，要去叫族长大人看看。于红于隐说话间便赶忙向河流之外游去。至于其他人，原本打算留在原地，想要继续观察，走，先离开这里。可是察觉到不妙的楚风，则是赶忙劝说龙小小等人离开。见状，龙小小等人也不怠慢，赶忙跟着楚风离开。而当楚风等人回到外面，将情况告诉于是天族族长等人后，于是天族族长等人也是意识到了不妙，于是众人全部潜入白日星河之中，想要查明真相。只是当他们深入白日星河后，就连于是天族族长、龙氏族长等5尊境的高手也是眉头紧皱，尤其是于是天族族长，他的脸色可就格外的复杂。旁人只是好奇那森森白骨从何而来，可于是天族族长的脸上却涌现出了肉眼可见的恐惧。怎么会这样？难道传说是真的？于是天族族长看着那些白骨脱口而出，且说话的时候居然连声音都在颤抖。见状，众人的脸色也是变得越发紧张，尤其是于是天族的人，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家这位族长大人露出如此恐惧的表情，这足以说明眼前的情况非常不妙。于是族长，什么传说？群妖圣殿殿主等人纷纷追问道。先离开这里，大家先离开这里。于是天族族长真的受到了惊吓，他的脸色竟然苍白如纸，如同患了重病一般。且说话间，已是带着于是天族的众位族人快速的脱离了白日星河。见状，其他人也是不敢在此停留，而是赶忙离开了白日星河。离开白日星河之后，于是天族族长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向远处飞掠而去，直到远离白日星河，离开那片荒漠之后，这才停下来。此时人们能够看到，于是天族族长就像刚刚洗了澡一样，满身的水，可以他们的实力，那河水根本无法靠近身体，就别说沾染到身上了。所以那不是水，而是汗，是冷汗，是被吓出来的冷汗。于是族长，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这白日星河非常安全，怎么现在你竟被吓成了这个样子？你到底带我们去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今日你必须把话说清楚。群妖圣殿殿主再度追问起来，且他的语气很不好，有些动怒，因为他也意识到刚刚的白日星河内很危险，而若是他们真的遇险，那都是拜于是天族族长所赐，毕竟是他非要带着大家来到此处，并且还保证此处很是安全的。之前足足1000年都安然无事，不曾想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我本来以为那是不存在的，不成想竟是真的。于是天族族长说道：前辈，到底怎么回事？楚风也是追问起来，他不想责怪于是天族族长，他知道于是天族族长带他们来此地修炼乃是好意，但他却想知道那白日星河内的白骨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将堂堂于是天族族长吓成了这个模样。事已至此，我就什么都不隐瞒了。其实这白日星河乃是我族在一座遗迹内的石碑上所发现的，那石碑不仅记载了关于这白日星河的具体位置以及暗流的特性，石碑上还摆放着可以进入暗流内修炼的丹药，但除此之外还记载了一些其他事，那也可以说是警告。于是天族族长说道：警告。听闻此话，众人似乎有些理解为何于是天族族长如此恐惧了，但众人都没有插话，而是静静的听闻着。于是天族族长继续讲述，石碑上面写着，在白日星河的地底深处还定居着强大的远古种族，他提醒我们，那远古种族实力极为强大，并且极为凶残。虽然我们可以在白日星河内修炼，但是万万不可去打扰那远古种族，若是发现远古种族的人出现，立刻要逃，不可逗留。并且那石碑上还刻画了那远古种族的样貌，而如今白日星河暗流内的那些白骨与那些远古种族的外貌极为接近，不出意外，那些白骨应该就是那些远古种族的尸体。真是想不到白日星河下竟然真的定居着那远古种族。于是天族族长说道：这么说来，那强大的远古种族被屠族了。众人听到这里，内心也是十分震撼，究竟是谁屠戮了那强大的远古种族？难道说有更可怕的存在来到了这白日星河，还是说那是远古种族发生内斗，所以才会有如此惨烈的景象？众人皆在猜测着，那现如今的白日星河内还能进行修炼吗？殷代粉问道。虽然白日星河内很是危险，可是毕竟好不容易来到此处，又听闻白日星河内的暗流如此神奇，渴望有所进步的殷代粉并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修炼。那么强横的远古种族都死在里面了，你还要进去修炼吗？若是不怕死，你就去，老夫绝不拦着。云空仙宗的太上长老很是恼怒，他是恼怒殷代粉的无知。殷姑娘，虽然我们并未看到危险，可实际上我们刚刚很可能是死里逃生。记住一句话，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可以修炼的地方有很多，但如此危险的地方可不能再去。龙氏族长也是对殷代粉劝导。与此同时，其他人也都纷纷表示不能再回那白日星河了。其实白跑了一场，大家都有些不甘心，可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认命。楚风小友，过些时日便到了那最强后辈争霸赛的日子了，你应该也会参加吧？忽然，群妖圣殿殿主对楚风说道：“最强后辈争霸赛，那是什么？”楚风问道：“你居然不知道最强后辈争霸赛？”众人皆是一脸诧异，就宛如楚风不知道此事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谁能与我说说？楚风好奇地问道。随后，经过众人的讲述，楚风也知道了这所谓的最强小辈争霸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由圣光天河的霸主圣光一族所举办的赛事，而举办的地点就在圣光星域之内。圣光一族筹备这场赛事的目的，乃是培养圣光天河的后辈。过些时日，乃是第1届，并且圣光一族还计划以后每隔3年举办一次，只要是圣光天河内的小辈就可以参加。据传闻，这最强后辈争霸赛，只要进入前100名都可以得到奖励，若是能够进入前10名，那奖励更是丰厚。而第1名的奖励已经公开，乃是圣光一族内也是极为珍贵的修炼之物，名为圣光血脉水。据说这圣光血脉水乃是圣光一族已传承多年的秘宝，炼制多年才能炼制而出之物，对于老一辈人物用处不大，但是对小辈而言有着极大的好处。居然有这种好事，那看来要不了多久，大家就又能再见了。楚风笑着打量着龙小小等人，小小、殷黛粉、于红、于影等人都是当今圣光天河最卓越的小辈，如此盛世简直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自然要出场。况且抛开奖励不谈，这也是名扬的机会。就比如于红、于影还有龙小小，他们现在皆是实力非凡，可他们的名气却并不是很大。而这后辈争霸赛，只要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必然会声名鹊起，名声大振。这第1名非楚风兄弟莫属，已是毋庸置疑的事。不过我还是会去凑个热闹的。云空仙宗的傅飞跃笑着说道。这个家伙当时极为看不起楚风，可现在却称兄道弟，就宛如与楚风是好友一般。只是他虽满面笑容，可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却也有着难以掩饰的恐惧。他在极力与楚风拉近关系，可却也是发自内心的惧怕楚风。不仅仅是楚风的实力，还有楚风深不可测的背景。楚风少侠，老夫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忽然，云空仙宗的公孙长老说道：“前辈，您请讲。”楚风说道：“咱们这些人经过这些磨难，已与盟友无异，老夫也就有话直说了。圣光一族举办此盛事，乃是为了栽培后辈。可身为圣光天河霸主，他们真的会容忍有后辈的实力超越他们族内的小辈吗？楚风少侠，若是展露实力，不知圣光一族到时会是何种态度？他们若真的是惜才，那自然是好事；可若他们将楚风少侠视为心头大患，那可就不妙了。”公孙长老说出来的自己的担忧，可他此话一出，群妖圣殿殿主却是一阵大笑。我说这位长老，你这担心可真是多余。圣光一族在我圣光天河内自然是呼风唤雨的存在，可楚风小友也绝非等闲之辈啊。先不说九魂圣族那位小公主，你不也说楚风小友与道海仙姑关系不浅？若是圣光一族知道楚风小友有此等背景，估计与楚风小友搞好关系还来不及，哪敢加害？群妖圣殿殿主说道。虽然他这话说得很是嚣张，可大家却也并未反驳，他们也都觉得楚风这样的背景，哪怕圣光一族也不敢如何。而对于此事，楚风只是笑了笑。楚风根本不指望仙喵喵帮助自己，他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至于道海仙姑与楚风也不过是相互帮助的关系，根本不可能为楚风与圣光一族为敌。好了，诸位，此地仍不安全，我们有话路上再聊吧，现在还是先离开此地。龙氏族长说道。诸位前辈，那就在此别过吧。楚风对众人抱了抱拳。楚风小友，你不与我们一同回去吗？龙氏族长的语气很是关切。这位族长对楚风的态度也是有了极大的转变。想当初他并不希望楚风与龙小小走得太近，就算态度好也是装的，可现在他却恨不得楚风与龙小小立即定下婚约，因为他觉得当今圣光天河除了楚风之外，怕是只有圣光一族的天才才能配得上他的女儿了。而很显然，楚风才是更好的选择。我有一位朋友在九魂天河内，我要去见一见他。楚风说道。小恩公，那我陪你去吧。龙小小说道。小小公主，这位朋友性格有些古怪，我只能自己去见他。楚风说道。那我找一个地方等你，你见完他，我再与你一起回圣光天河。龙小小说道。小小公主，真的不行。楚风摇了摇头，示意不能带着龙小小同行。小小不要给楚风小友添乱。见状，龙氏族长也是开口劝道。见此情形，龙小小也是不好多说什么，但却也没有露出委屈的模样，反而是乖巧的对楚风说，在圣光天河等着楚风。之后众人便分道扬镳，龙氏族长等圣光天河的大人物们当真是踏上了回到圣光天河的路程。只是楚风却没有见所谓的朋友，在九魂天河，楚风根本没有要见的朋友。楚风太渴望突破修为，快速的提升实力了，所以他不打算放弃白日星河修炼的机会，但也知道若是他告诉众人他要进入白日星河，龙小小必然会陪着楚风一同进去。若是没事也就算了，若是里面真的暗藏危险，那岂不是害了龙小小？所以楚风才撒谎，谎称要去见朋友，而在与众人分别后，便独自一人回到了白日星河所在的地方。